身材丰满的女孩正在办公室里认真的工作。这时厂长走了过来，他把脸凑到女孩耳边，尽情的享受着女孩身体的香味。女孩有所察觉后，厂长却假借修改文件，把手悄悄搭在女孩的肩膀上，然后上下抚摸起来。女孩吓得连忙起身，厂长见状只能把手收了回去。可等女孩情绪稳定之后，厂长又开始把自己的手放在女孩手上，说要手把手教学。被女孩拒绝后，厂长故作镇定跟没事人一样，可是眼睛却不老实了。从上到下把女孩仔细打量了一番，还是女孩大咳一声，才将厂长拉回现实。紧接着就给女孩指点工作的毛病。可趁着女孩修改文档的时候，厂长又不老实了，把手放在了女孩的大腿上，准备自我陶醉。女孩见状赶快站起来，看到女孩一再拒绝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厂长只能扫兴回去了。这个女孩名叫田佳，因为长得漂亮，被厂长从车间调过来做自己的秘书。可是厂长一直对她动手动脚，使其心烦气躁。田佳向室友抱怨有些想辞去这份工作，不明真相的室友感到甚是意外。田佳好不容易从辛苦的车间工人熬到秘书这个岗位，怎么才干了2天就要辞职呢？此时田佳支支吾吾向室友讲述实情，原来就在这短短2天，贾厂长已经骚扰他数次。在第1天他上班时，贾厂长就莫名拿起手机拍他，还说等他不在的时候可以望梅止渴。田佳也没明白他说这话什么意思，为了掩饰尴尬，便把合同递给了贾厂长，谁知贾厂长竟故意摸他的手。一开始田佳还认为是自己过分敏感，贾厂长应该不是那种人。可是这天晚上加班的时候，贾厂长又把咸猪手伸向了自己，这也让田佳更加确定贾厂长对自己有想法。室友听完田佳说的这些话，也表示这样看来贾厂长是有点不对劲，还问田佳这事给她老公说了吗？秋实他身体本来就不好，脾气又急，我哪敢告诉他？心如，这事儿我跟谁也没说，只能跟你商量了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？见田佳这样说，室友表示先忍一忍，等私底下找到别的工作后再跳槽。田佳也觉得合理，便这样继续工作着。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贾厂长的一番操作更是暴露其色心。特意给你安排了一间单人宿舍，今天晚上就搬过去了啊。单人？贾厂长不用了，我跟大家住在一起挺好的，不用这么麻烦。小田啊，我这么安排也是为了工作考虑啊。你想想啊，你给我当秘书，知道许多保密的文件，住集体宿舍不太好吧？男人的目的，女人田佳心里自然清楚，但是迫于自己还要在他手底下工作，便先答应下来。紧接着贾厂长又给田佳接了一杯水，两人推拉期间，水杯砸到地上，水喷溅到田佳的胸前。贾厂长死性不改，以帮他擦一下为理由，手直接伸上前，想要扯开一探究竟。哎呀，你看你这衣服都来，哎呦哎，小心点，小心，哎呦，快，来，哎呀！看此情况，贾厂长上前搀扶，谁知贾厂长老婆突然到访。你在这干啥呢？没干啥，就不小心摔了一个茶杯。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女秘书啊？那个小田，这是我爱人刘颖。你好。长得挺水灵的。小田，这儿没什么事儿，你出去啊。田佳也只好仓皇出逃。而知道丈夫花话肠子多的贾夫人，因为没有抓到现行，警告其老实些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没事，你别往歪处想。反正丑话我跟你说在前头，你趁早给我老实点。你俩人敢勾勾搭搭的让我知道了，我跟你没完。田佳自己拿不定主意，她又找到室友帮忙给自己出主意。室友告诉田佳，她现在还没找到工作，让她先按厂长的意识先去那里住着，睡觉的时候把门锁好，每天睡觉前都要给她打电话报个平安。当天晚上田佳正准备睡觉，突然一阵恶心干呕，她立即联想到自己怀孕的事情。而这时贾厂长也来到田家的宿舍外，听到贾厂长在外敲门，田家借口自己已经睡了，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。但贾厂长显然不会这么轻易放弃，他以有重要文件要交代为由，让田家给自己打开房门。
而田家也不敢过于违抗他的命令。犹豫再三后，还是给贾厂长打开了门。而贾厂长看着周围没人，一闪便进了田家的宿舍。进来后的贾厂长却只字不提工作的事情，反而是开始对田家嘘寒问暖，而田家则是催着贾厂长赶紧交代完工作的事情，自己有点不舒服，想早点休息。贾厂长一听田家不舒服，以为田家是发骚了，当即就要给他捏一下。田家赶紧拒绝，而这时贾厂长也不藏着掖着了，直接开门见山的对着田家表白：田家，这些日子我对你怎么样，你心里清楚吧？我喜欢你。田家说他们都是有家室的人了，做这种事情实在是不应该，说着就让贾厂长离开。但好不容易才进来宿舍的贾厂长早就想到了应对办法，他竟直接坐到田家的床上耍起了无赖。就在田家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他的电话突然响了，原来电话正是室友打来的。就在田家准备接听时，电话被贾厂长先抢了过去，然后直接关掉了电话。而贾厂长更加的过分起来，开始对田家动手动脚，而田家则是奋力的挣脱。既然贾厂长赖在这不走，田家决定他自己走。但贾厂长哪里肯让这只煮熟的鸭子轻易的飞掉，他连忙抓住了田家就要上手。看事情已经失控，情急之下的田家直接给了贾厂长一记响亮的耳光。本以为他会知难而退，但贾厂长竟然笑着称自己就喜欢这样的，说着不断的走向田家，一直将田家逼到床上。就在贾厂长准备霸王硬上弓时，室友觉着不对劲，突然赶到替田家解围，而贾厂长只能没趣的离开。田家则是扑倒在室友的怀里，开始失声痛哭。经过昨晚的事情，室友劝田家干脆辞职，但田家却说自己怀孕了，正是用钱的时候，现在丢了这份工作，很难再能找到其他合适的工作。正说着，田家的电话响了，原来是丈夫哮喘病犯了，住进了医院。田家顿时心急如焚，让室友帮他给贾厂长请个假，就火急火燎的赶去了医院。原来丈夫在得知田家怀孕后，想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，就去找了个工地搬砖的活，可他本身身体就不好，没干几下哮喘病就犯了。田家看着丈夫这样，心里十分难受，她告诉丈夫自己现在赚钱特别轻松，厂长对她也很是照顾，让丈夫安心养病，其他的事情交给自己。等丈夫出院后，田家虽然不在厂里，但依然摆脱不了贾厂长的纠缠。在家照顾丈夫的田家时常就会收到贾厂长的暧昧短信，这让田家很是懊恼，甚至给田家的心里留下了阴影。就连晚上睡觉时，田家的梦里都会出现贾厂长纠缠自己的画面，无论怎样逃都逃不掉的梦魇。一旁的丈夫听见田家的叫喊，赶紧将她叫醒。醒来后的田家知道是自己做了噩梦，丈夫关心的询问田家是不是有什么事。田家怕丈夫担心，只是告诉丈夫自己就是过于担心他的身体。丈夫并没有多想，便让田家赶紧休息，而他并不知道妻子一想到明天上班又要面对贾厂长，只能默默地躲在被窝里哭泣。厂长带着自己的小秘书来到 KTV 谈业务，结果客人不来了，这下厂长开始放纵起来。大姑娘走进那青纱帐，这边的苞米它结了穗儿啊。小秘书田家听着贾厂长的哭娘声，实在难以下咽，就给他说客户既然不来了，他就先回去了。听到这贾厂长不乐意了，也不接着唱了，急忙坐到田家的身旁，让他喝点酒解解闷。啊，我也不能喝酒。你总得意思意思啊。来，要不喝饮料啊？来，还喝吧。哎呀，趁着田家上洗手间的功夫，贾厂长偷偷将一些白色面粉倒入到酒杯中。等田家回来后，贾厂长一个劲的劝他陪自己喝一个。田家知道对方图谋不轨，想都没想直接拒绝。见田家软硬不吃，再次决定采取强硬手段。就在这紧急关头，贾夫人再次出现，她误以为田家在勾引自己老公，二话不说想动手。贾厂长见状，赶忙上前阻止。老文，哎呀，老文，哎呀，你别闹，我们这谈工作呢。谈工作？有这么谈工作的？有这么谈工作的吗？啊！孤男寡女的在一个包厢里边，还喝这么多酒，能谈什么工作？这干什么好事呀？我们真没什么。小田，你赶紧先走。趁着两人争执之际，田家赶紧逃离了现场。你有什么话你跟我说。我跟你说，贾仲义，你个没良心的！你能做到今天这个职务，还不全靠我哥的关系？你可倒好，下了班不回家，跟别的女人在外面花天酒地的。不行，我得告诉我哥，让他撤了这职。老小信，
我们是真是有事儿，今儿个请了一个客户来，结果人家有事儿没来成。你还敢骗我？你还敢骗我？老婆，要不这样，往后我出来不带他了，行不行？不行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赶紧把他给开了。我一想到他每天在你眼前晃来晃去的，我就绕心。人家干得好好的，你怎么能说开就开呢？哎，再说了，她怀孕了。那我不管，我告诉你啊，反正你不让他给你当秘书了，你要舍不得他走，从今以后你就别当这厂长了。好吧。就这样，贾厂长故意找了个借口，把田家又调到其他岗位上，自己则重新找了个听话的女秘书。转眼1个月过去，田家丈夫也已经恢复利索了，他提着礼品来感激厂长对自己妻子照顾有加，可贾厂长却告诉他，田家早就不当秘书了。而此时的田家正在卫生间做清洁工作，本身就怀有身孕的她，中途一不小心就滑倒在地上。田家，田家，你这是咋了？田家，你怎么在这干这个呀？有啥委屈跟我说呀。他不在这干了，咱走。怎么样，田家？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最终田家肚子的胎儿也是没能保住，这样的结局不仅让人有些心酸，如果田家当时就把自己的遭遇提前跟丈夫商量，这样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。在这也提醒和田家有着相似遭遇的女性朋友，千万不能像田家一样保持沉默，一定要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。